第270章山寨版的佛怒火莲。错愕地望着天空上那气急败坏的海波东，半晌后，萧炎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扬了扬手掌上的2种火焰，笑道：“海老，以我现在的状态，可发挥不出当日的那场爆炸。现在的这个是我改良后的佛怒火莲，并不会再出现失控的后果了。”改良？微微愣了愣，海波东望着萧炎左手上的那团紫火火焰，现在他才发现，原来这团紫色火焰已经并非是一火，虽然其温度也颇为炽热，不过比起上次萧炎所操控的森白火焰，却无疑是弱了许多。这家伙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一会青火，一会白火，现在更是搞出了紫火，真是让人看不透。心中飞快地闪过一道叹息的念头，海波东冲着萧炎摇了摇头，咬牙道：“你这疯子，我才懒得管你究竟有没改良，要玩你自己玩吧，我可不想像上次那样，最后差点被你给玩死。”说完，海波东背后那延伸出来的寒冰双翼微微一震，便是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迅速升空，直到只能看见一个小黑点后，方才停下。看来经过上次萧炎佛怒火莲的爆炸，这位曾经的冰皇是真正的在心中产生了一些恐惧心理，不然的话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选择躲避。无奈地望着那躲得远远的海波东，萧炎低下头，瞟了一眼周围那拿着古怪目光盯着自己的萧鼎等人，摊了摊手道：“老人家胆子比较小。”闻言，萧鼎与萧丽皆是干咳了几声。虽说海波东年纪比较大，可人家的实力却是强横的有些恐怖。瞧得先前海波东的那番表现，他们两人心中也是略微有些忐忑了起来，对视了一眼，旋即干笑着道：“小炎子，你究竟是想要试验什么？”“只是研究出了一些东西，想要试试能不能成功而已。上次似乎失败了，结果差点把我和海老炸死。他似乎有点心理阴影了，所以才有这般态势。你们不用担心，这次我已经特意削减了威力，就算最后失败，应该也没有上次那恐怖的破坏力。”萧炎烧了烧头，随意地说道。听得萧炎那话语中略微有些不确定的语气，萧鼎与萧丽额头上顿时浮现许些冷汗。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海波东的确切实力，不过从他能够凝聚斗气之意来看，想来至少不会低于斗王级别便是，能够将这种强者都差点炸死。那萧炎究竟是搞出了什么恐怖的变态东西？面面相觑了一眼，两人目光不由自主地瞟了瞟天空上的小黑点，脚步缓缓地退后了几步，干声笑道：“我看我们还是退开点吧，也好给你个宽松的环境。”说着，两人便是极有默契的同时退到了广场边缘，方才停下。瞧得两位团长都是这般举止，那些围在萧炎两人周围的墨铁团员也是心里有些发毛，在安全与好奇间思量了一会后，一群人都是赶忙退至训练场边缘，顿时拥挤的场地便是变得空空荡荡了起来。望着转眼间便是变得空荡的场内，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过头来笑眯眯地望向那脸色煞白的罗布。萧炎团长，我看还是算了吧，您换个人吧。脚跟发软地打着哆嗦，罗布实在是被先前海波东的那失态举动害得有些心颤。海波东是什么实力？那可是斗皇级别的强者啊，即使是在整个加玛帝国也是排得上号的强者，可以他这种恐怖的实力却依然是被萧炎那创造出来的东西搞得这般失态，难以想象那东西究竟会是如何变态。罗布很怀疑是不是自己这段时间哪里做的有些让萧炎不满意，这才找了个借口想要干掉自己。罗布先生，放心吧，这一次的佛怒火莲威力远远不如上一次，以你的实力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瞧得那被吓得脸色苍白的罗布，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得安慰道。望着那张显得人畜无害的清秀脸庞，罗布有些欲哭无泪。为什么这种衰事偏偏要找上自己？心中在为自己的运气哀声叹息了半天后，他也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体内斗气凶猛涌动，然后暴涌出体，旋即在身体表面上凝固成一副坚硬的黄色斗气铠甲。一出手便是召唤出了大斗师的拿手把戏斗气铠甲。看来罗布心里真的是有些不踏实。望着那犹如如临大敌一般将斗气铠甲召唤出来的罗布，萧炎无奈地点了点头，
双掌之上，青色与紫色火焰各自翻腾着，双掌对拢，然后缓缓靠合着。随着两股火焰的缓缓靠拢，剧烈的能量波动再度犹如上次一般，猛然在萧炎周身荡漾了起来，一道道闷雷般的炸响在萧炎掌心中爆发着。不过好在此次的爆炸力并未有上次恐怖，所以萧炎那防护着手掌的斗气倒也是还能坚持下来。全神贯注地驱使着两团火焰逐渐地融合着，萧炎努力地使得自己回忆着上次在最后关头进入的那种玄奥状态，漆黑的眸子紧紧地盯着火焰交融处，那里青紫两色的火苗犹如一缕缕电芒一般飞速地窜动着。遥遥的高空之上，海波东皱眉望着萧炎周身剧烈波动的能量，低声道：这次的波动的确是要比上次小上很多，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改良了一些。不过这东西一个控制不好爆炸开来，破坏力同样是不会小啊，毕竟那青色火焰可是实实在在的一火。唉，疯狂的家伙，总是想着捣鼓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海波东苦笑着摇了摇头，不过说心里话，他还是颇为羡慕萧炎那什么东西都敢尝试的勇气。当年他曾经在出云帝国遇见了一位同样能够操控异火的强者，不过这位强者对待异火的态度犹如是对待自己祖宗一般，哪曾像萧炎这般竟然还敢胡乱地用来与别的火焰融合，这在很多强者眼中几乎是找死的举动。场地之中，萧炎的目光死死地停在那几乎已经被压缩成了一个青紫颜色的火焰球体之上，片刻之后，漆黑的眸子猛然一瞪，修长的食指不断地轻点在火团之上。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控制火团，萧炎终于明白，这看似随意的轻轻点动，所需要灌输而出的焚绝斗气却是庞大的有些恐怖。那食指不过点动了将近7、8次，而萧炎气旋之内的斗气则是生生地减少了1半左右。努力地回忆着上次佛怒火莲成型前的那般变化，萧炎那对漆黑眸子中逐渐地被青紫两色火焰所缭绕。过的片刻，点动的手指骤然停顿，灵魂之力猛地扩散出体，然后化为纤细的线条，一缕缕地钻进了狂暴的火团之中。随着灵魂之力的侵入，青紫火团之内火蕴含的狂暴能量却是开始了逐渐的消退。仅仅是眨眼时间，那本来不断冒探着犹如刺猬一般尖刺的火团竟然便是完全的安静了下来。紧紧盯着手掌上终于是如愿平静了下来的青紫火团，萧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右手托着火团，眼眸微闭，那侵入进火团内的灵魂力量开始缓缓地改变着火团的形状。随着灵魂力量的逐渐启动，那犹如一个皮球一般的火团开始了缓缓蠕动，足有脑袋大小的体积也是急速地缩小着。待得半晌之后，一个巴掌大小的连座雏形便是隐隐地出现在了青紫交替光芒之中。再过的片刻，青紫光芒缓缓消散，一朵美轮美奂的青紫连座轻飘飘地悬浮在了萧炎手掌之上。天空之上，望着萧炎掌心中那成型的青紫连座，海波东眼眸微眯，喃喃道：这家伙当真是控制得越来越熟练了啊！若是上次他能够将那佛怒火莲控制的这种地步，恐怕那8亿黑蛇皇当场就得被炸死吧。日后若是当他再度使用2种异火融合，再配着这般控制力，我想斗皇强者中除了一些极其变态的人之外，应该没人能够直接承受这种恐怖爆炸。轻吐了一口冰凉的气息，海波东脸色复杂地盯着地面上的黑山少年，低声道。场地上，萧炎手持青紫连座，抬头望着那被斗气铠甲遮掩得严严实实的罗布，略微有些苍白的脸庞上露出一抹笑意，屈指轻弹在连座之上，顿时青紫连座便是猛地化为一道流光，犹如一抹闪电般狠狠地对着罗布抛射了过去。静静地望着那距离罗布越来越近的佛怒火莲，萧炎缓缓伸出手掌，然后骤然一握，一声低喝：爆！喝声落下，那飞掠过空中的青紫火莲骤然停顿，旋即连座微微膨胀，旋即轰然爆炸。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轰然间在训练场之上爆响了起来，巨大的裂缝迅速从爆炸处蔓延而出。完美的操控。高空上，海波东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低声喃喃道。与此同时，
也是在心中升起了一抹真真切切的心悸。